好，持續關心這個川普的關稅戰打到現在，這一回呢，零售龍頭好市多終於是不忍了，決定要告川普的關稅是違法的。現在美企大反撲，美國境內還面臨的問題是製造業已經9年都是衰退了，甚至即將到來的耶誕節啊，聖誕樹的價格飆破，換算新台幣達到10000元呢。企業還祭出說，你買這個聖誕樹是可以分期付款的。關稅戰到底是打到了中國大陸身上，還是打到了美國人自己的身上呢？今天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是来自於高盛的最新關稅戰的數據統計。他說啊，這個關稅成本是誰來吸收呢？美企竟然自己要吸收關稅成本51%呀！那麼美國的消費者從原來要扛37%的這個關稅成本，說到年底甚至自己要扛起高達55%的關稅，比企業還要更慘。而外國的這些出口商竟然只付了9%的關稅，要自己做承擔。好，所以呢，零售龍頭當然好市多氣炸了，他正式提告說，針對於川普的這個關稅呢，我們說我們要判他，法院你應該要判他是違法的才對。那他沒有說這個好市多沒有說自己要賠多少的錢給這個關稅，但是他有1/3的商品都是進口的，當然可以感受到好市多壓力非常大。而最新的美國海關資料也顯示，至今呢，進口商已經繳了900億美元的關稅，不止好市多要告川普啊，我們來看到其他的企業，10幾家美企也說要告。包括了化妝品的巨頭，還有我們看到這邊機車製造商等等，都說他要告川普的關稅違憲。連川普曾經的好朋友，這是全球首富馬斯克，他也說了，他說我勸過川普啊，你這關稅不好啊，會害到自己的經濟衰退，大家互課關稅，生活會變得非常的困難。但是川普一意孤行，還是要做到底。這場關稅戰在好市多帶頭反抗之下，還能夠打多久？委員怎麼看？我認為還會打很久啊。那麼，因為關稅這個議題一直是川普的過去所謂他認為要讓美國再度強大最主要的一個工具哦。那麼也是他長期以來不斷在做宣導、在做宣揚哦、在公開稱讚的這樣的一個訴求。所以你說告川普，當然法院上有輸有贏哦，然後呢，可能還有一些相關的司法程序，他已經要花很長的時間了。那就算這一拖告贏了，川普恐怕也會繞過這個相關法律的規定，用其他的方法去處理，就好像他現在對付這些所謂的移民一樣哦。不管你是合法非法移民，只要他要對付你，他總有辦法要對付你的。所以這場關稅戰，我認為恐怕還要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哦。但是其實我還是要回到我先前不斷這個強調我內心的想法。就是呢，我很開心川普打這場關稅戰，因為川普的這場關稅戰會徹底的摧毀掉美國的經濟哦。那麼這種東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這種核彈級的破壞啊，你說從外部去攻擊美國的經濟體系，打100年都不見得會有川普這4年的效果啊。所以川普就真的就是中華民族的這個民族英雄了哦。那麼我當然希望他的這個做法能夠持續的下去，因為各位知道關稅戰。我們不止一次講過，關稅戰是沒有贏家的哦。就關稅戰最終的只有一句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麼最後受到衝擊的、受到損害的，一定是消費者。他不會是中國大陸的消費者，不會是墨西哥的消費者，不會是加拿大的消費者，他是美國自己的消費者，這才是關鍵問題哦。所以很多人在講說，哎呦，現在看起來美國的經濟很好哦，川普的這個關稅並沒有帶來美國的經濟衰退哦。我認為現在講還言之過早了哦，因為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GDP 的數字，看到的股市，那都是華爾街刻意炒作跟拉抬，特別是有 AI 概念股在中間，這個從中哦讓他們成為另外一個話題哦。但是你都拿掉這些的時候呢，你看看美國的人民過什麼生活？美國有多少比例人要靠食物券，要靠政府的補助才能夠生活？美國有多少人的要這個他自己都認為很羞愧的要去拿食物銀行的食物，他才能夠支撐他家庭的生活？所以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在急速的拉大了。就當你看到美國現在這種亮眼的經濟數據的時候，你再看看美國的基層是過什麼生活，你就可以了解這樣的貧富差距一定會造成美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川普的關稅不僅會造成美國的經濟衰退跟崩跌，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馬上就會發生因為貧富差距而造成非常重大的衝突了。
是，確實哦，現在美國的股市可以說是跟經濟完全脫鈎啦。我們先來看到對於這個產業還有消費者持續到底有哪些影響。原本川普的關稅戰是要救美國的製造業，沒有想到11月製造業持續萎縮，而且已經連續9個月都是衰退了。那製造業的業者就說啦，從4月關稅實施之後，他們已經裁員，哇塞，5.9萬人哎，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成本增加了，所以企業只好說裁員來削減支出。那對於消費者，剛剛也講到，也有所影響，而且是影響非常大的。尤其現在眼看耶誕節要到了，數據統計，美國消費者每一個人得多支出132美元哦。那耶誕樹的價格也是狂漲，尤其進口量在暴跌的70%之下，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耶誕樹進口價格從89美元變成了129美元，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價格都不及美國製造的299美元，等於上萬一棵耶誕節的聖誕樹就要上萬新台幣。所以呢，沃爾瑪跟 Target 趕快釋出一些招數，說呢，一人只能買一棵聖誕樹。那 Target 就說，聖誕樹這麼貴，那我們沒關係，12期來分期付款好了。反倒是義烏我們看到它完全不受影響哦，它不斷的出口它的耶誕節的這一些商品產品到拉美跟歐盟，上半年歐盟出口甚至暴增了104%。到底川普關稅戰是害到誰啊？美國網絡上有一個笑話，說一個女郎哈，她說她生平買的最貴的一件衣服哈，叫做婚紗，這大家都能理解嘛，对不對？但她最近呢，因為美國關稅戰哈，她買了生平第2件最貴的衣服，叫一件風衣。風衣怎麼會很貴呢？你知道為什麼那風衣貴嗎？那風衣本來的價值只有490塊美金啊，大約1萬多塊嘛，對不對？可是要繳250塊美金的稅。他說活活被這個關稅剝削，他說他氣得要死啊！為什麼？你拜關稅之賜，拜你們川普的這個德政之賜。他說他特別用老娘啊，老娘從來沒有買過這麼貴的風衣啊！他意思又不是什麼高級品牌，對不對？結果這件風衣總共要高達750塊美金，2萬2千塊台幣。他覺得他很不值得，可是你要不要穿呢？因為他喜歡那牌子。他只是他是用這個小故事告訴大家說，其實美國因為關稅政策受害的小老百姓，剛剛大千委員都講的沒有錯。為什麼？因為現在80%的企業他們遇缺不補，然後呢大舉裁員，從年初到現在裁掉了美國的企業主要企業裁掉了5.9萬人，但是有更多人是怎麼樣？就是說，如果你一旦離職，或者說你不願意繼續做的話，他們這個缺額他們不會再補上去，為什麼？大家都在觀望說這場企業戰的究竟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那 Costco 啊，老實講一句，好市多他就是一直在忍，他從1月忍到現在啦，我跟你講，他已經快忍不下去了。為什麼？因為這家公司全球知名嘛，他實在受不了，他跟曼哈頓的貿易法庭啊提出，他說他控告川普政府啊，但是他現在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就是一定要讓美國關稅及邊境管理局幹嘛停下來說，我們這一期12月15號到期嘛，要付這個關稅嘛，對不對？這一期可不可以先不要付，等到美國最高法院判下來之後，你們貿易法院再來判。現在的問題就卡在這邊。大家會想說，都已經付那麼多個月了，我告訴你，好市多已經付得很生氣了，所以付到這個月到12月的時候，他就已經很想說，政府違法，你援引了1977年緊急權力及經濟法案而徵收這些稅收，造成我們的成本大增。所以為什麼？所以我們進口商的成本已經，今年到現在已經付了900億了。那我 Costco 付了多少關稅錢出去？秘密不能講，上法院再講。所以大家就曉得說，這個問題已經造成了美國國內很大的經濟衝擊。所以如果說 Costco 這個官司大家都在看，你知道為什麼在看嗎？包括化妝品大廠露華濃、橫濱輪胎啊，還有川崎重工，他們都在看。還有我們最熟悉的雷朋眼鏡、太陽眼鏡有沒有？它也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且它有很多子公司，他們都在看。如果 Costco 打贏，他們也要跟進。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川普其實在這一次的關稅戰爭之中，他也許幫政府賺了錢，但不是幫美國的老百姓或企業賺錢，他一定會
得到很大的反彈，而且這個反彈到了耶誕節之後還會繼續下去。在這樣的反彈聲浪之下，川普接下來會不會收回他的一些關稅政策呢？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一邊是來自於美國自己內部的壓力，但是川普好像還是很有時間管其他國家的事情。針對於中南美洲，他持續做這種內政治上面的干預，包括他說要抓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因為他說他是毒梟嘛。那另外一方面，持續的干預洪都拉斯他的總統大選的這一場內政，美國能夠扛得住同時的內爆加外壓雙重的風暴嗎？最後一點點時間，1分半，花球哥怎麼看？好，剛才這個委員跟幹哥都講，這個川普弄這個關稅啊，受害的是美國人。我看還有2個，受害的是被他制裁的這些國家。然後呢，這2個都受害，回歸過來 feedback 就會到川普的身上。為什麼？川普要處理的問題不是只有關稅啊，移民、槍支、健保、貧民窟的問題很多啊。美國內政的問題他怎麼收得住？收不住。但是他選上了，美國人其實也沒有辦法。但是呢，我們又回過來看委內瑞拉、洪都拉斯這2個拉丁美洲的這個國家，川普為什麼要去弄這2個國家？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就說，我大概一上任1個月或2個月，我就能夠把俄烏戰爭搞定。上任也快1年了，1月份，明年1月份就1年了，沒搞定呢。然後弄那個28條，又改成19條，弄得澤倫斯基啊非常不舒服。雖然澤倫斯基貪腐非常嚴重，但是國際上來看，你這個28條根本就一個不平等條約。換句話說，委內瑞拉這個總統馬克洛、洪都拉斯這2個國家，但是呢，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們國內啊一直在想說，洪都拉斯有沒有可能被美國制裁之後，再回來跟台灣的復交？我認為啊，這個可能性並不大。即便有，這個國家對我們幫助也不大，要花我們很多錢的。我們的老百姓應該啊不會覺得洪都拉斯跟我們復交之後是一個樂觀的象象。好，謝謝花球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